2024年国内摩托车市场将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有哪些重磅的、值得期待的车型？今天咱们换一个口味，不聊车，聊一聊摩托。总聊二手车，我怕兄弟们都听腻了。之前出了2期摩托车的视频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再更新了。很多兄弟们问我是不是因为摩托车视频的流量不高，所以的话就以后不打算做了。其实大家误会了，我做摩托车视频纯粹是因为喜欢，就算流量比汽车差，我还是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自从去年重庆摩博会以后，摩托车圈可以说是异常的冷清，没有太多可值得聊的东西。2023年的国内摩托车圈，学长总结下来就一句话：大贸光环破碎，国产遥遥领先。当然了，这个遥遥领先是跟之前的国产车比，随着国产在500cc 这个中排量领域逐渐站稳脚跟，之前的现象级神车像是忍4，还有 R3，还有本田的400系列，如今都必须要靠大幅度的优惠才能卖得出去。就比如说忍4，现在很多地区的新车优惠完裸车才不到4万块钱，R3新车只要3万块钱。网上很多人都说今年大贸大幅度的降价是因为摩托车市场总体的大环境不好。我个人感觉，对于10万以上的高端摩托车来说，大环境的影响确实非常大。但是像是忍4还有 R3这种入门级的大贸车型，价格崩盘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国产中排量摩托车的崛起。说到国产中排，必须要提一下春风全新的450平台。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面，春风可以说是最大的赢家，销量反超钱江，成为国内玩乐车型的销量冠军。随着450 SR、450 NK、CLC 450和即将要上市的450 MT， 春风的450平台囊括了跑车、街车、巡航车和拉力车。今年还有小道消息说，春风要出楚留香450，学长个人还是非常期待楚留香450这台车的。之前遭遇滑铁卢的楚留香700，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最早一批的车前期电子油门调教的问题，虽然后期官方匹配重新调节了 ECU， 消除了电子油门迟滞，但是电子油门的负面影响对于楚留香700这个车系来说还是非常大的。还有网传楚留香700的油耗极高，甚至有个别车友说自己开出了9升油每100公里的油耗。那楚留香的实际油耗表现就是这个排量正常油耗的一个水平，100公里大概6升油左右。但是楚留香700的原厂油箱只有13升，加上油表不准，给人一种油耗特别高的错觉。虽然楚留香700这台车网上口碑不咋样，实际上这台车骑起来的感觉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尤其是楚留香这个系列的设计，从我个人的审美角度来看的话，楚留香700几乎是我目前见过最漂亮的国产摩托车了。不管是设计、做工还是工艺水平，跟春风之前的产品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线的，甚至要比同级别很多大贸车的做工还要好。楚留香系列这么优秀的设计，春风不可能就此放弃。今年如果说春风拿450这个平台做一台楚留香450，不知道各位兄弟们你们到底期不期待？如果说你也期待楚留香450的话，可以在弹幕里面扣个1，大家多多发弹幕跟留言，把这期视频顶上去，说不定阿春官方看到了就会加快楚留香450的研发进度，让喜欢的兄弟们更快骑上属于自己的楚留香450。春风在今年米兰车展还有一台楚留香的 Scrambler 版，这个版本我就不多说了，直接放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看。春风，你赶紧把楚留香450的 Scrambler 版量产吧，我求求你了，真的赶紧量产吧。那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台正经的中排量有钢丝辐条轮和高位排气的正宗攀爬。春风一旦把这台车量产，定了3万块钱左右的价格，啥都不说了，我自己肯定先订一台。那还有多少兄弟们期待这台车的？大家可以多多在后台留言，让阿春看到。另外，春风今年还会推出500的4缸仿赛，还有675的3缸仿赛。500这个4缸平台应该是师承雅马哈 R6， 毕竟春风450平台就是逆向的雅马哈 MT-07， 再加上春风现在和雅马哈的关系，大家也不会感觉到意外。春风500 SR 应该会在今年的3季度正式上市，定位是高转速大马力的4缸仿赛，对标车型是凯越的450 RR， 马力应该会在90匹左右，定价学长盲猜一下，39980。675 SR 可以理解成450 SR 多了一个气缸的3缸版，马力应该在110匹左右，定价学长盲猜是45800。大家不要觉得我猜的这个价格过于离谱了，毕竟现在800 MT 的新车优惠完也就4万块钱出头。春风的市场部门还是非常厉害的，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定高价就是等死。
等等 ，QG Moto 你别对号入座啊！春风675 SR 和声势的703RR 是死对头，这俩车谁要是先上市，就能有国产首款三缸仿赛的头衔。如果说定价跟我猜的差不多，别太离谱，销量应该不会太差。毕竟想玩三缸尝鲜的摩友大有人在。大家觉得声势和春风的三缸到底谁会先上市呢？春风的450 MT 应该是今年最快能跟大家见面的新车型。这台车的外观是真的漂亮，从前21寸的轮毂还有减震的行程就可以看得出来。450 MT 定位是偏硬核的拉力车，跟800 MT 那种重装公路拉力定位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把800 MT 比作城市型 SUV， 那450 MT 就是硬派 SUV。450 MT 已经上了工信部的目录，预计会在今年的3月份正式发布，价格学长能猜一下，29980。聊完了春风，我们再来聊一聊龙芯。龙芯在今年4季度疯狂降价，几乎成为了国内摩托车界的新的价格屠夫，同时也收获了热度和销量。同级别现在龙芯的车基本上是最便宜的 ，CU525还有踏板车卖的都很不错。龙芯在国内的摩托车发动机研发制造这一块，基本上就是一哥，发动机的质量、做工、研发能力都很不错。这个无极的车主应该很有感触。龙芯今年最受关注的车型肯定是 RR666，一台逆向本田650发动机平台的4缸跑车。但是龙芯对这台发动机做了重新的设计，希望龙芯可以给这款发动机装上一个平衡轴，解决本田650平台因为没有平衡轴造成的高频震动问题。龙芯现在是国内极致的卷王，我对 RR666 这款车是非常期待的。学长盲猜一下 ，RR666 的价格是43980。如果价格跟我预测的差不多，那赛600跟赛800可以直接停产了。龙芯在发动机储备这块还有一台460cc 的高转4缸发动机，如果未来龙芯把这两款4缸发动机挂上货架，那以后国内的多缸摩托车市场会更加精彩。说完了2023年国产摩托车品牌里面存在感最强的春风和龙芯，下面再跟大家说一下被喷的最惨的品牌是哪个品牌？大家可以打在弹幕里面，没错，就是 QG Moto。2023年钱江先是被爆出了随机配置的赛600、小罐茶、偷换 ECU 供应商、特供媒体测试车等等负面消息。可以说，2023年让口碑本来就很一般的钱江更是雪上加霜。不过，这对于钱江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以后钱江的口碑一定会蒸蒸日上，越来越好的。因为现在的口碑已经垫底了，再差也没有下降空间了。那说回正题，2024年钱江比较重量级的车型，学长认为还是以多缸的仿赛为主。就比如去年底发布的赛800和前几天才发布的赛921，钱江的其他车型完全没有特点，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我就简单聊一下赛800和赛921好了。这俩车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定价，赛800卖53000，赛921卖7万，钱江。我就想问你一下，真的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现在国内的摩托车市场啥行情，你自己心里难道真的不清楚吗？赛800这台车，我认为终端比较合理的售价是43000到45000之间比较合适。现在国产100匹马力的多缸仿赛，最多5万块钱就封顶了。所以说，喜欢赛800的兄弟们，你们现在可千万别冲，这车最多半年，不管是官方降价还是终端优惠，最终的裸车成交价一定会在45000左右，甚至于更便宜。毕竟现在钱都不好挣。省下的这8000块钱跟兄弟们撸串能撸多少串？至于赛921这台车，大家可以直接参考 TNT 的899。在我看来，赛921如果说想卖得好，定价在5.5到6万块钱是比较合理的售价。当然了，赛921和赛800那种甩货给经销商的销售模式不一样。赛921是订单制生产，至少在可预见的1年以内，你不要指望这台车有大幅度的优惠。不光是新车，短期内二手赛921的价格也不会便宜，因为新车卖得少，二手车就更少了。很多兄弟们都想捡漏，整一个二手的赛921尝尝鲜玩一玩。你这么想，别人也是这么想的。供不应求的二手赛921，车主肯定个个当传家宝在卖。除非钱江把赛921直接官降到6万以内，否则这台车现在也可以直接停产了。以前作为价格屠夫的钱江，短短1年时间就成了溢价天王。去年钱江换了营销和质检的人，今年可以把市场部整个也换了。你以前引以为傲的赛600，现在高配带弯道 ABS 的新车卖3万6都没人要。
还以为你钱江是国产唯一的4缸呢。你以为产品定价高，你的产品形象就高端了？那作为前缀600的车主，我真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接下来再聊一聊凯越。2024年对于凯越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大家都知道，凯越以前是靠321和500X发家的。当时凯越火，一是因为当时的摩托车市场确实非常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竞争对手也比较少。凯越作为一家小厂，没有办法跟大厂拼规模。之前计划的800跑车和街车现在也都搁了。学长认为这俩车搁了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国产品牌要想进军大排量，只有多缸这一条路可走。凯越今年最大的任务就是把450RR 的产能铺开，优化一下450RR 的漆水和做工。450RR 的漆水和上3星是真的丑，虽然车各方面都挺好的，但是一个辣眼睛的细节可能就会瞬间让你没有了刷卡的冲动。另外，凯越如果说能拿这个4缸450平台做一款复古的跑车就好了。这2年非常流行90年代那种风格的跑车，像是柴特还有雅马哈都出了这种风格的复古跑车。在这个4刀见红的市场，小厂必须要走差异化才能活下去。如果凯越真的拿450平台做了一辆复古的4缸跑车，价格跟450RR 差不多，你会考虑入手一台吗？最后再聊一下声势，这次声势终于不再虚张声势了。我们等了足足5年的3缸，它终于要来了。学长预计声势的730缸应该会在今年的2季度正式发布，目前只发布了跑车跟 ADV 车型，马力预估会在100匹左右，价格学长盲猜一下，跑车卖个43800，ADV 卖个46800。如果真的是这个价格，兄弟们你们会考虑吗？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一起交流讨论一下。剩下的品牌比如高金还沉醉在自己高贵的价格体系里面不能自拔。去年高金已经把很多经销商的心都伤透了，很多老板退网不再代理高金的车，最后高金疯狂降价去库存，对品牌的伤害非常大。高金今年会发布一辆650cc V2发动机的 ADV 车型，还有500的铁甲蛹 ADV。高金的做工和制造能力我是比较放心的，除非高金真的开窍，否则按他以往的尿性，650的 V2 学长盲猜一下39980，铁甲蛹35800。如果学长真的猜对了，就是这个价，那高金今年还得凉。不过高金也不是特别在乎国内的市场，他现在主要的精力主要是做代工和出口。大家不要对高金这2台车的定价有任何的期待。宗琛今年会出一台仿本田650的4缸仿赛 RC680，这台车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的。宗琛这几年总感觉没有什么存在感，在任何领域都没有一台爆款的车型。希望 RC680能定一个所有人都无法拒绝的价格，比如说直接定个39999元，马力可以稍微低一点，90匹左右就可以了，配置也不用太高，把漆水还有外观件做好，骑行三角设计的买菜舒适一些，主打颜值舒适，和凯越的450RR 形成一个差异化竞争，先把品牌的关注度和曝光量做起来，然后再精简一下产品线，做一些爆款车型。宗琛其实还是很有实力的。最后一台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是本田的500cc 4缸复古车，就是拿本田 CB400 发动机做蓝本升级而来的，是一款主打丝滑平顺的4缸机。这款车应该会在泰国生产，以大贸的方式引入国内。本田今年被市场教育过以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定价体系是有严重问题的。像黄蜂750，官方直接降到了65800。不过本田好像没有意识到，黄蜂750卖的不好最大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丑。感觉本田最近的设计一直是在退步，以前的 New Sport 咖啡多漂亮，非得改成这种残次品一样的外观设计。那最后学长盲猜一下本田4缸500的价格，我预计一下官方指导价72800。如果真的是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销量的。毕竟国内喜欢 CB400 的人很多，很多70后、80后为了圆梦都会买一台玩一玩。而且目前国内的4缸复古街车这个领域，只有 Z900RS 这一台车。如果本田的4缸500引进国内，短期是没有竞品车型的。那希望桀骜不驯的本田能赶紧吸取教训，给大家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吧。以上就是学长对于国内2024年摩托车市场的分析。一句话总结，2024年会是中大排量多缸之战，多缸再也不是个别品牌的摇钱树了。今年的摩托车市场拼杀会更加血腥，更加凶残，有很多小厂应该是撑不过今年了。摩托车市场将会迎来大洗牌，这对于我们摩友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儿。如果说你今年想买摩托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不错的购买时机。爆肝视频真的非常辛苦，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请不要吝键你手里的一个免费一键3连，这对我这个萌新的 UP 主真的非常重要，拜托了兄弟们，求求你们了。这里是超音速，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我是吉姆学长，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